咁啊，第一集嘅標迷隱世故事嘅，一直其實都想做呢個系列，訪問一啲標友啦，深入一下大家玩標嘅一啲故事，希望大家都中意呢一個系列啦。咁啊，第一集揾嚟咗一個港澳嘅鐘錶師 Jonas， 介紹一下 Jonas 嘅背景先。佢喺澳門出世，但係喺香港長大嘅。畢業之後呢，就直接入咗 Swatch Group 入邊做鐘錶師。之後 Swatch 咧就送咗佢去馬來西亞嘅 Woodstep 嗰度嘅鐘錶學堂學藝咗2年啦。原來咧都唔一定喺瑞士嘅，因為世界嘅各地咧其實都有學院嘅，方便培訓唔同地方嘅鐘錶師。之後咧就翻咗香港做嘢啦，咁啊主要做維修嘅工作。之後 Swatch Group 咧決定喺澳門開始一個維修部，方便澳門同埋國內嘅啲同胞啦。咁啱 Jonas 有呢個澳門身份證，就做咗呢個開荒牛啦。最後自己喺澳門亦都自立咗門戶，主要做一啲維修同埋抹油嘅服務啦，叫做澳門匠心嘅。有興趣嘅話咧，都可以去翻佢嘅 IG 去了解更多啊。個 link 同埋詳情咧，我都放咗喺下面 description 嗰度噶啦。2025年啊，更加推出咗一個自家嘅手錶牌子啊。今日呢，好彩我有機會去到 Jonas 嘅工作室，深入了解一下佢點樣籌備呢個牌子嘅一啲故事啊。咁首先就嚟到咗 Jonas 嘅 studio。老實講，我自己都好想有一個 watch catalog 嘅 studio，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做到啦。咁啊 Jonas 就換上一個師傅袍，開始做嘢啦。佢嘅自家牌子呢，其實就叫做 Cannon Joe 嘅，其實係由3位創辦人一齊去創立嘅。咁 Ken 嘅就一個名啦 ，EN 又另一個名啦。Joe 咧其實就係 Jonas 啦。之所以創立咗呢個牌子呢，其實就唔係話有呢個諗法先再去揾錶廠嘅，而係調翻轉機緣巧合咁呢，識咗啲錶廠，先至有出錶呢個諗法嘅。前後呢，佢哋又用咗1年時間到啦，去到今年10月度呢，先至正式推出嘅。其實之前喺一個澳門嘅錶聚呢，嗰陣時呢都已經認識過 Jonas 噶啦，大約1年前到啦。咁啊，直到公司最近呢，有個同事話呢，原來佢係 Jonas 嘅一啲親戚嚟喎。你話世界真係幾細啊，特別是澳門都好細，更加值得我去 feature 一下咁熱血、咁有熱誠嘅一個鐘錶師。無論紙袋、packaging 以及裝錶嘅呢個錶袋，都花咗啲心思啊！特別是呢個旅行裝嘅錶袋呢，成個製作我覺得都幾靚嘅喎，個用料都唔差，最緊要又夠晒實用，誠意之作。去到手錶嘅主角啦，係一個以 vintage 風格嘅設計啦，雙十 dial 嘅手動上鏈計時手錶。第一個感覺呢，絕對唔係話賣花讚花香啊，有超有驚喜嘅一個 dial design， 絕對可以媲美一啲唔少貴價嘅牌子。無論整體個佈局啊、圖案之間嗰啲空間感呢、字體嘅採用啊、apply indices 嘅呢個細膩呢，我自己都係做設計嘅，都覺得完美滿分噶啦。嚟到佢 studio 嘅好處就係可以現場打開嘅手錶，近距離睇到晒所有嘅細節啦。等隔住熒幕嘅觀眾呢，都可以感受到計時嘅2支針呢係真正嘅燒藍鋼針。點解咁講真正嘅呢？因為之前我有啲影片其實都提及過，有啲牌子呢為咗慳成本呢，用 PVD 嘅藍色嘅，唔係燒真嘅藍，唔係真係燒藍針嘅。我自己其實只有一個地方去挑剔啫，成隻錶就係個 logo 嗰個字體呢，我自己覺得又好似唔係好夾呢一個 elegant 嘅錶盤。咁但係 Jonas 嘅解釋其實就係希望以一個打字機嘅字體去呈現翻以前嘅嗰種美學。皆因成個牌子嘅理念呢，就係重現翻一個古董錶嘅經典美學，用一個現代製錶嘅方式帶俾我哋嘅錶迷。機芯呢，就用咗呢個海鷗嘅 ST1901 啦，如果大家有玩開，一定認得呢個機芯噶啦。手動上鏈計時，錶迷都一定唔陌生噶啦。呢個機芯簡直係一個造福萬民嘅一個機芯啊！親民嘅價錢可以玩到手動嘅計時，有 column wheel、水平離合。水平離合呢，其實就比垂直離合嘅好處呢，反而就係你可以欣賞到呢個計時嘅開關機制，又係發揮今次嚟到 studio 嘅威力啦，可以超近距離睇到呢個離合嘅機制。嗱，Jonas 咧更加即場拆開咗個零件，再解釋埋呢平時指針歸零嗰個原理，佢更加咧攞埋紙同筆畫俾我睇，去做一個解釋添。
有呢個 hammer 咧對準呢個心形嘅部件，無論個指針喺咩嘅位置呢，個 hammer 個平位呢對住佢個平位呢，馬上就做到歸零嘅呢個原理啦，就係咁簡單嘅啫。計時分針一樣都需要歸零，咁所以喺呢度呢，你會見到兩個嘅 hammer 啦，一個呢就係秒針，一個呢就係分針嗰支分鐘嗰啲針啦。除非你真係有 friend 又好，有專人解釋嘅啫，否則一般嘅錶迷呢，就算你玩錶一段時間呢，我諗都幾難咁樣去親身體驗呢一件事。再次感謝 Jonas 嘅解說。皮帶呢係一個咖啡色皮嘅質素呢，睇起嚟都幾高質。用一個針扣，成隻錶呢就係39mm嘅錶徑，非常之好嘅 size 啦。點解呢？因為大部分人都會覺得38同埋40mm 咧係一個比較多人 prefer 嘅 size 啦。咁啊39就啱啱好啦。咁啊 Jonas 其實都喺38同39之間掙扎咗一陣，咁啊最後決定咗39mm啦。嗱，手動上鏈嘅機芯啦就唔會係太厚，13mm嘅啫。戴上手咧就好適合一啲中意正裝錶嘅朋友仔啦，完全都唔失禮嘅，非常之大氣。咁啊，至於大家都比較關心嘅價錢呢，同點樣去買呢隻錶呢？嗱，原價其實就係港幣4980蚊嘅啫，依家呢有一個400蚊嘅優惠折扣啦，咁所以就係4580蚊左右嘅啫。咁點樣買呢？喺呢度就有兩個方法嘅。第一個方法呢，港澳區嘅朋友當然可以直接同我去落單啦。咁可以考慮喺 Facebook page 啊，或嗰度 PM 我啊，甚至乎 IG 嗰度 PM 我都得嘅。到時候 FPS 又好，點都好啦。咁澳門嘅話就 MPay 啦，好簡單嘅啫。第二個方法，如果你係海外嘅 fans 啦，例如你係台灣啦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，甚至乎可能有啲中國國內嘅朋友呢，都可以去到 bywatching.com 呢度呢，直接落單嘅，輸入翻 promotional code watchcatalog 咧，都可以享用翻呢一個優惠嘅。不過網站呢，就留意翻係用美金去計算啦，咁所以價錢上會有少少出入啦，咁啊記得留意翻啦。另外佢已經籌備緊牌子嘅第二隻手錶啦，果然係充滿無比嘅熱誠啊，低調咁默默咁去努力中啊。希望你中意今集嘅介紹，中意呢一個系列啦。下一集我哋再同大家發掘一啲好有趣嘅錶友嘅故事，或者如果大家自問自己玩錶都玩得好獨特、好有趣呢，歡迎大家 PM 同我去傾下。如果時間配合到嘅，我都想盡量去 feature 大家嘅一啲故事嘅。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